菲律宾这边萨拉是不是已经开始要面对到被追杀了？那我们看看这个现在小马可是他们这一边啊，就讲说啊，因为萨拉呼吁说小马可是要辞职啊。那后来萨拉就否认，就说并不是他这样讲，而是他们的支持者提出了这一项要求啊，他只是敦促他们解释为何希望这个总统下台。反正现在就是各种指控扑面而来，是不是要对萨拉开始政治生涯的这个追杀计划？那我们看到了这个，其实萨拉他现在也接二连三的受到一些这种炸弹威胁。那他就是现在目前他们的办公室就是呼吁民众不要一直散播这种虚假的炸弹威胁。那其实他们一连串大概有多达17起这一类的这种威胁事件不断的有这种社群上面的死亡警告花样百出也是让他们感受到一种就是人身安危的这种恐慌啊。那他其实呢，接下来预计在完成杜特地这边组建法律团队之后呢，就会返回到菲律宾。那现在目前机票已经订好了，大概他的这个旅行授权呢会持续到4月底啊。那只要这个律师团组建完成，他就会赶紧回国，可能跟这个小马可仕又有一波正面的对决跟迎战了。那再来，我们看到菲律宾的一些民众都在街头时不时的就是要站出来，就是替这个杜特地来这个出声一下因为现在杜特地马上就要80岁生日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支持者就已经到街头上面提前替这个杜特地庆祝80岁生日，在唱生日快乐歌，也希望呢他们可以集气让杜特地可以早点回家。那现在小马可仕的他们这个总统府突然改口，就声称 ICC 没有管辖权，不会冻结老杜的财产，因为真的是引发了民怨就说明明这个菲律宾你的法律可以解决的事情，你怎么会跑到这个 ICC 来解决？你是不是自己身为总统却是不理解这样子的法律，这个国内法优先于这个国际法这件事情呢？所以他们就发现到这个舆论风向，赶紧改口啊。那萨拉遭到了死亡威胁，但是呢小马可仕的亲姐姐是大义灭亲现在是站在杜特地家族这一边。3月以来，其实包含了马尼拉、宿务等地都有爆发多场的示威，抗议者是高举的停止政治迫害这些标语那还有包含这个杜特地的支持者对于小马可仕经济政策也是非常失望，因为他们现在通膨率已经连续6个月超过6%，大米的价格暴涨了20%所以他们就说，这样看起来，你这个小马可仕根本是政治清算来掩盖，就是遮羞布嘛，就掩盖你自己的这个执政不力因为他这个上台以来快速的靠拢向美国，不仅新增了4个美军基地更在南海问题上面跟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些矛盾那 CSIS 指出，这个消除杜特地家族正是美国重塑亚太盟友体系的一个关键步骤。看起来小马可仕就是正在执行这项任务吗？那菲律宾的防长就提到了就是现在继续在抗中嘛，他们讲说中国在南海扩张主权是这个最大的虚构跟谎言持续在散播这种敌对的言论。那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就回应了，说事实一再证明引狼入室只会引火焚身就讲说不要这个在菲律宾继续在充当他国代言人，指的就是你不要在这边当美国小弟啦，你自己把自己这都失去了自己的国格跟尊严了。难道小马可仕是想要用菲律宾人的命来换川普一个态度吗？也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因为去年呢，美国印太司令部的阿奎利诺就表示要扩大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内容，只要菲律宾有一个水兵或是军人被杀，美军就会直接介入。难道小马可仕真的要用命来换这个美国对他的承诺吗？那但是呢，会不会反倒是让这个菲律宾变成一个棋子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其实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已经证明美方是根本就视若无睹了，因为去年发生了很多冲突最大的冲突就是他们要去运补的马德雷3号，他们派了他们的特种部队上百人开了几个那个特种的船往那个马德雷上冲就中国大陆不是拿出斧头出来把他们制止了吗？然后后来传出来他们所有的人都被中国大陆抓起来了，全部怎么样？全部押到船上去了后来才释放。下船的时候不是又是担架抬出来的，他们最后回到菲律宾不是担架抬出来的，头上包纱布的，一缸子吗？因为美国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哪？
那已经是军事冲突了。美国又做什么？所以就出一张嘴而已。美国是一样的，就是要菲律宾啊去当他的代理人而已。美国人不会出面的。那现在事情也还没有真正闹大，谁不敢闹？菲律宾不敢闹大。菲律宾去年那个马德雷3号，他的特种部队被惨被修理以后，他后来现在都不敢动啊。现在黄岩岛，事实上过去菲律宾的不管是这个渔民也好，甚至公务船都可以到黄岩岛附近水域啊。可是去年中国大陆不是画了这个黄岩岛的什么领海基线以后，现在24海里都不给你进去。我们上个礼拜冲突，对不对？中国大陆用压制性的把菲律宾的2艘这个海巡舰跟1艘公务舰，在25海里就把你压在外面了，包围。所以事实上的话，现在中国大陆对菲律宾是用一种强制的手段了。请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在哪里？那个讲这句话的人他已经下台了，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美国只是利用菲律宾了。那小马可是在干嘛？小马可是也是在利用美国，然后利用这个南海的冲突外部的冲突来提升他自己国内的声望。他没有一点点政绩。他的作为跟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几乎是一样的，外面去制造紧张，内部就在什么？内部整顿他怎么样？修理他的政敌而已。所以呢，这个现在沙拉杜特地，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做法，因为5月12号菲律宾期中选举要选举了。如果说参议院这个选举结果不利的话，那沙拉杜特地很可能他会被弹劾成功哦，因为这次菲律宾的参议院共有24席，有12席要改选。所以这个时候，如果都是亲这个马可仕的人选上这个参议院的话，那如果2/3是属于这个亲马可仕的话，那沙拉杜特地很可能他会被弹劾。弹劾以后，他不但副总统的位置没有，将来也不可能选总统。所以呢，现在双方都在什么斗智？好，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这个菲律宾自作内不可活啊，我只能这样讲。这个别忘了，这所有的包含了美国的国防部副部长在听证会上，就任命的听证会上，要不是靠着范斯来护航的话，他就被干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他讲的大实话，美国的军力是没有能力跟中国一战的。那美国的这个军事防卫杂志里面也写得非常的清楚，美国的军力海军已经到了什么情况？讲个难听一点，说连个航空母舰跟潜舰都因为焊接出了问题然后要回防修理还遥遥无期这等等所有的迹象都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搞台湾也是要对抗中共，搞菲律宾也是要对抗中共。可是美国已经很明白的知道，在这一场战争里面，他没有办法用陆军。你觉得美国敢把陆军丢到中国大陆去登陆，然后来打一战吗？他不会，唯一的就是海空军。但目前以海空军的实力讲起来，不管今天美国大陆有多少的海空军，他还敢跟中国大陆一拼吗？拼的结果不是多少是拼垮了之后，中国大陆立刻补上了。你看那个画面，他们军舰正在造他飞机正在造他马上补上了。你美国有能力补得上吗？谁不清楚？美国很清楚。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笨笨的家伙，含台湾这些笨蛋在内呢，就被美国拿着当枪使，而且呢还很高兴的去合照，告诉人家，真的是这个这个奇人在教棋子一样的道理这自己把丧事当喜事在办。尤其这一次马可仕对杜特地的做法，主任刚才讲的非常好，国内法是优于国际法。这杜特地到底有没有违法？你要怎么认为有违法？你就在国内起诉他嘛。你菲律宾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你的司法体制还在你觉得他不对，你国内起诉他，你不是你的法律不在了，不是你的国家没有了，不是你的国家战乱了，你的体制崩解了，结果你把你自己行使的司法管辖权，然后丢给谁？丢给一个跟你没有合约关系、你不承认的国际刑事法庭，说得通吗？说得通吗？为什么这样的搞法？难道搞政治可以搞到把国家的主权就丢到一边去吗？我在想，不要以为只有马可仕
搞不好台湾也会将来会这样干的，也都不一定。所以在这个情况里，一个政治人物假如不能以民为念、以国为念，就会造成这样如此到了最后不可收拾的后果啊！最后我讲一句话：假若就是外交期刊讲的很清楚，假若美国啊不敢为台湾呐、然后呢跟中国打一仗啊，那美国就会菲律宾跟中国打一仗，别做梦了，马可仕。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啊，这有关于那个副总统，也就是沙拉杜特地，他否认了要求小马可仕辞职这件事啊。但这件事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海牙，也就是我们来看到那个这中间一句中间一句话啊，也就是说啊，那个其实是支持者在海牙集会高呼小马可仕辞职。那但是呢，那个沙拉杜特地就讲说没关系啊，你讲印度话也可以啊。然后他说辞职这件事情是你们说的，不是我现场就这样说的。那这是菲律宾的媒体报道的，不是说其他的外媒引述的，这就是菲律宾实际上的状况啊。那但是呢，我们刚刚看到这里面，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但是我们不知道实际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菲律宾自己的媒体，但是他这里讲到一句话啊，也就是沙拉杜特地说，在满足法律的要求情况下拒绝，这讲的是小马可仕拒绝进行药物测试，就等于背叛公众信任。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小马可仕他有服用禁药，还是这一种过度使用药物的这个习惯呢？那其实这个部分呢，我们等着看这个菲律宾它的内政慢慢的发酵啊。那但是我们刚刚提到有关于南海的问题啊，其实菲律宾已经很习惯就是碰瓷，也就是他明明知道他的渔船或者是他的这一些海警船，其实无论是吨位或者是数量，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一相比拼啊，但是他一定要硬上。那为什么？其实他就是要吸引川普的注意。为什么要吸引川普的注意？因为川普截至目前为止，对于菲律宾的状况也没有讲过什么样的具代表性的话。那这个情况呢，其实跟我们台湾也非常的相像。为什么？因为除了台积电之外，有关于对于台湾的各种说法，都是他的国务卿 Rubio 说的，也不是川普说的。所以其实大家对于川普总统实际上对于台湾的意向其实是不了解的，而且川普已经多次拒绝评论，如果中国大陆与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是不是愿意协助？川普已经多次拒绝评论。那这个又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也就是不用再抱紧美国大腿了。美国爸爸时间到了，他还要想一想他的国家利益在哪里，他才会决定要不要来驰援台湾。至于这一些智库所讲的对不起，那个都是战斗文艺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真的是很扯很离谱哦！在美国，你能想象发生这样的事情哦？他们的这个等于说，作战计划一些机密的一些资讯哦，竟然是用一个群组的方式，这样子把它拉一拉就算了，然后不该进来这一个国家机密的群组哦，竟然还拉进了这个媒体人进来，然后媒体人还去接受了专访啊。讲说，这个他的确在里面看到了好多很机密的资讯哦，我们来听一听。Secretary Hegseth there saying that nobody was texting war plans. No, that's a lie. He was texting war plans. He was texting attack plans. When targets were going to be targeted, how they were going to be targeted, who was at the targets, when the next sequence of attacks were happening. I didn't publish this, and I continue not to publish it.
because it felt like it was too confidential, too technical, and I worry, honestly, that sharing that kind of information in public could endanger American military personnel. 对，那到底是谁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包哦？然后据传是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安顾问。这个沃兹哦，他建立这个群组，哎呀，那个手哦，那个可能指头太胖了，不小心多按了人，就把不该拉进来的人拉进来啦。然后川普就替他讲话，就说，哎，他是个好人，这2个月来这是一个小差错，哎，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哇，你看这个情况，他都说这个不严重哦，所以那个民主党人傻眼，就说你们这个群组里的人全都犯法啊，你们这不应该这么做的呀。但是是不是也凸显出来，川普政府哦，就是有一些这个评论讲说。螺丝松啦，松懈无能啊，这个事情都可以这样子把这个大事化小哦。那再来这个川普的关税啊，我们看到《金融时报》讲到，他考虑要2阶段征税，因为马上就倒数计时要进入到4月2号，全球要面临到一波这个大乱的情况，因为它这个对等关税哦。真的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非常之大哦。那他说有可能会对于部分国家让步，但是目前还没有提到一些细节。锁定是这个贸易失衡的比较严重的15个国家嘛。那时候我们有跟大家讲到15个国家里面有讲到台湾，所以青鸟好嗨呀，就说啊我们也是国家，但是其实这个恐怕是很严重的后果，不要嗨太早。那再来还有这个印度呢，赶快去交保护费了，交了230亿美元，不知道能不能获得豁免哦。那我们看到川普的过问讲说，加征关税呢，很多人在质疑说，哇，这会反伤自己啊。他说不，其他国家才会遭殃哦。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恐怕不见得。那看到了，现在马斯克在这个美国的影响力当然是很大哦。那他当然也很懂得怎么讨这个川普的欢心跟信任。他戴的这个帽子哦，简直是绝了，叫做川普全对，就是川普就是 rights everything， 我只能看到这个左半边，我不知道他右半边写了什么，就是就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right everything， 然后所以这真的是很懂得这个捧川普哦，所以川普就大赞马斯克爱国，然后各个阁员呢也都用掌声来呼应啊，这一顿夸夸，大家就在那边好棒好棒。大家不仅抱这个川普大腿，也抱这个马斯克大腿哦。那马斯克更厉害的，不只戴帽子，他还说接下来 X 的演算法有传出来，他要改变，就是只要是夸川普的，你会优先看到，就是会影响到你接下来看你在滑 X 的时候，就这个人也夸川普，那个人也夸川普，那可能是演算法已经改过了。但是呢，他这样子做恐怕就要牺牲掉特斯拉它暴跌40%，这个销量。暴跌很多但2月份的新车买气下滑很大，已经创下了5个月来的最大降幅，连比亚迪都已经这个销售量在2024超越了特斯拉，所以这看起来挺不妙的。还有一个插播最新消息啊，我刚刚放在最上面没有那个提醒我。那这边是德国新国会成立说现在这个梅尔兹渴望会成为新的总理，然后面对到现在接下来中国大陆的一些工业上面挑战，因为过去德国也是工业立国嘛，德国工业还有救吗？你看美国现在都不见得这个能够跟中国大陆这样子在角力上面占上风，但是德国有办法吗？我们来问一下季老师。德国当然有办法啦，他只要不要听美国，他就有救了。这个都是被美国害的。不要请鬼拿药单。他其实他工业是很有竞争力的，结果跟美国这个一鼻子出气，俄乌战争把他的能源这个廉价的能源的这个整个系统打坏了，也就是北溪1号、北溪2号没有了以后，德国的所有工业的能源这个成本增加了4倍到6倍啊。你说哪一个工业体系能够承担得起啊？这个无缘无故就这个能源就坐地起价那么多倍，所以德国工业还是有竞争力，可是都逃离了欧洲了。像 Volkswagen， 像这个大众汽车，它也关了2个厂，从来没有关德国的，为什么？它没有关中国的，也没有关别的地方，因为德国的成本最贵啊。对。不是说它人工成本或其他社会的成本出来，是它的原料成本、能源成本突然增加了5倍到6倍，它能不关厂吗？中国大陆的厂有这样子能源成本这样子增加的吗？它在美国也有厂，全世界都有厂，为什么关德国的？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对不对？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中国大陆事实上的话，现在在德国最擅长的汽车工业方面，中国大陆尤其在新能源车、还有自动驾驶、还有智能座舱方面超越德国。所以德国它如果要听着美国说处处要跟中国大陆要抵制中国大陆，那它工业没有希望。它现在这一次中国大陆办这个高层发展会议 ，Mercedes-Benz 这些 BMW 老板都去了，他们对中国大陆充满了希望。他们工业界是认为说，那很简单嘛，我们就跟中国大陆的这些AI 汽车的自动驾驶或者智能驾舱的这一些领先的公司合作，对不对？然后呢，好像 Mercedes-Benz 跟小米要合作啊，对，你要知道这个现在这个工业界都知道，汽车就是一辆装了轮胎的大型电脑，所以汽车将来都是跟电子业结合的，对，跟这些智能化 AI 结合的。那这一方面走的最先进是中国大陆，所以呢，你如果说德国的政治人物还要说我们跟美国一样抵制中国大陆，那完了，德国工业就没前途了。所以这个科技在变，环境在变，生产这个技术在变，德国的产业界知道怎么走，可是他的政治人物被美国绑架，市场绑架，各方面绑架。如果他的政府做出错误的决策的话，德国工业垮的话，不能怪别人的竞争，要怪他自己的政府。那还有这一次就是说，这一次这个白宫泄密事件就我们干过公务员的我们简直是离谱到极点啊！你知道我们从公务员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保密的这个习惯，而且我们是不会出来跟你随便谈公务的办公的事情，我知道的事情我告诉别人，你就是拿你自己的命运开玩笑，你知道？你这个东西。你旁边办公室同事在做什么事，你也不要去打听，这是他的业务机密。你知道，你给他泄露以后，他要负责，对不对？然后居然这么高层的去搞一个社群媒体，然后这个媒体还居然由他这个国安顾问，他还顾什么问？他自己应该羞愧下台，对不对？他自己去邀错人，然后在上面什么都谈，还跟一个媒体的记者，所以呢。川普是原谅他了，我觉得这个 Wolf 他自己应该羞愧下台。你怎么会把作战计划都露出去了？然后人家那个记者讲得多好，他说那个计划真的是太详细了，我没有把它公开，我看公开会怎么样？会让我们美国的军事人员受到极大的伤害。人家都知道保护你们这些负责国家高层机密人犯了这种低级的错误。对不对？川普还原谅，说他都表现得很好，就这一些小错，人家说不对这是违法的你没有每一个机构都有它的保密的这个准则，你根本没有照 SOP 做，你犯了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的，这是犯罪的。你川普怎么说没罪？川普不是皇帝美国还是法治的。我觉得这个川普的政府离面临大挑战的已经越来越近。好，请教盛峰哥。美国的拉胯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假如今天呢是这个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等要来制定一个对海外的攻击计划，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机密会议我想他的 SOP 绝对不会在社群媒体上来讨论。因为只要线上的社群媒体讨论，就会有机会被骇客入侵而入。所以基本上像类似这么高级的这一种攻击计划，这绝对是一个国家最高级的攻击计划了吧？这个计划应该是大家是面对面碰对面，不会用这样子用社群媒体来进行处理。不管你这社群媒体有没有加密，因为只要是社群媒体，都有机会被骇客来入侵。所以美国不要再当教师爷了，要来到处教这些国家，你们应该怎么来进行军事防御，你们应该怎么来进行情报保密。从这个来看，他们是垮的，是拉胯的。这是第二个，这川普的很多的想法，包括他的官员，现在这些官员都在捧川普，没有人敢讲真话。所以举个例子，说加了关税是让厂商会受不了。我就简单的告诉各位，这个关税的概念很简单。假如这一个杯子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不是畅销品，不是必要，你加了关税，那我要卖掉，那只好我自己吸收。
假如这是一个很好的商品，而且是大家需要的商品，当我加了关税之后，就消费者吸收嘛，因为你非买不可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这一部车子很好，它加了关税，你看现在豪车有加豪车税啊，那你怎么样子？厂商吸收不会，厂商吸收了，谁吸收？消费者吸收，因为你想要买哪一个，可是这个车子我可以买这个，可以买那个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为了销路就为我自己吸收，所以加了关税的结果是谁吸收？绝对会是消费者来吸收。所以呢，这一个呢，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的讲法是纯粹拍马屁的讲法。然后再过来看呢，美国的关税政策也是很扯。你知道现在怎么来处分吗？说谁买委内瑞拉的油的那个国家所出品的关税到美国来，我就要加关税。哎，这什么跟什么？我用委内瑞拉的，你是惩罚委内瑞拉，然后把我扯进去。这个就是世界就是我的嘛，我说了算嘛。这种霸权主义啊，我们今天还不趁着这个它国势在下降的时候，把它给拉下来啊。那全球大家都要一起来受苦受难了，这个就是今天美国的这种霸道的嘴脸了。最后我要来讲，德国的工业行不行？绝对行。德国的品质行不行？绝对行。可是欧洲今天呢，要来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刚刚谢大使讲的，你整跟着美国走，你会很惨。第二个，你要改变你的销售观念。我节目说过，我对汽车还算是稍微有一点研究的人。你知道现在中国的汽车跟西方的汽车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不是售价，是我有最新的配备，我一定在这个配备榜一次就售配出去，不会像现在所经营的方式说，我的配备有10项，但是我第一次的车出去，我只换了3项。因为到了2年我要改款的时候啊，我再加个两项，我再加一点钱。可是中国这样的做法是，我10项全部一次就给你了，那西方全部傻眼了。所以经营的方式不改，一定会被中国赶过去的。好，来请教舰长。什么是美国霸权说了算呢？也就是当初北溪的天然气管是谁觉得如鲠在喉？就是美国啊。所以美国在幕后策动，把北溪油管炸了，然后把这个天然气管炸了之后呢，让德国不得不去工业化，因为他再也拿不到便宜的能源，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核电，那个价格呢，也就是一般过去价格的4倍。你说他怎么能够不去工业化呢？但是呢，霸权现在又说了，他现在这个当下他又在跟美国又在跟俄罗斯讨论如何恢复北溪天然气管，然后他在中间呢要收多少的股份，公司如何的成立，看看吧，这就是霸权，这个就是很多人的美国爸爸。那至于说我们讲说这个在社群媒体里面那个拉一个群，然后这个绝对有，而且呢不止美国有，我们台湾有没有呢？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啊。那但是呢，他们把这个大西洋月刊的这一个总编辑拉进去，不要怀疑，他不是不小心的，他不是手比较粗，他是故意的。为什么？我们一天到晚在台湾听到什么国安高层啊，那国安高层放话，那他到底怎么样放话？他是一个一个通知你，打电话跟你讲吗？发个新闻稿吗？都不是。他就是拉一个群，把你们这一些信得过的记者全部拉在一个群，你信不过是不是？没关系，通知你的媒体换一个来，能够发我的新闻，这个就是这没关系啊，是不是？看到舰长，我们就马上
来讲一下，今天就有一个独家的消息哦，是林传媒出来，就是跟海军有关哦。那这事情有多离谱呢？他说，现在有这个海军一级舰的3个辅导长同时之间被拔关，造成现在目前基层的士气非常低落。那这么大动作，大家想说，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一次大动作，3个辅导长都被拔关呢？那爆料人士是怎么讲的呢？他说呢，因为呢，在2月26号，解放军清晨突然宣布，就是在高雄屏东外海大概40海里处，在那边操演嘛，射击训练嘛。那随后呢，海军就派出了多艘的这些军舰啊，就进行监控，然后到当天的下午3点40分，这个解放军的编队离开了操演区之后呢，我们派出去的一些军舰也陆续返港，然后呢，3月上旬，这3个人就被拔关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然后理由大家来听听看，判断一下，叫做呢拍照没拍好。这是什么理由？他们说，因为就是我们要监控我们要拍下他们，就代表我们有监控。那拍照没有拍好，那这些人有受过这个拍照训练吗？大家就觉得质疑啊，他们又不是干摄影的，然后还要高解析度望远镜镜头吗？而且拍照其实还涉及到当天的天候跟光线问题哦，所以再退一万步说啦，其实这也不是应该辅导长来负责的。那是不是因为我们必须得要让这个让大家知道说我们都在监控当中没有照片没有拍好照片？万万不可哦，所以是不是有一点流于这种做表面，但就让大家没想到没拍好的代价竟然是3个人要被拔关哦。那后来这个海军参谋长他讲说，3位辅导长的工作执掌部分呢，没有依照海军战略沟通的指导，在文宣、搜整、回传时效上都有精进的空间，所以有一些这个惩戒。那这样的惩戒符合比例原则吗？大家可以判断一下。那另外呢，这个现在目前，如果兵凶战危、两岸紧张的话，可是呢，我们的军校正期生的招生到现在还不到30%。那该怎么办呢？因为包含国防医学院的报名大概只有20%，那各个军事院校的报名率大概是2%3%，都不到30%啊！你这不到30%的标还有一点嫌多了，那可能才2%才是比较吻合现在目前的数字哦。那王定宇现在就在脸书上面 po 说就是有美国这个美军的教官指导我们333旅的官兵好像要展现出来台美关系很好，大家不用怕，我们真的能够靠这个好像美国有来跟我们训练，就代表我们可以安心吗？会不会现在这样看起来，反而对内的士气其实更是一大问题？那另外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空军 F-16的战机F-16V 战机飞往了美国的这个陆克基地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训练驻扎那美国智库在讲说现在中国大陆还会有一个秘密政治战建议要加重这个间谍刑责，那就是可能正合赖清德之意吧，就反正就是我要可以更加就是来缩紧大家的一些是不是相关的言论自由，或者是我可以因为我怀疑你如何赖17条可以继续往上加上去嘛。那再来他就讲说，这个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GTI 示警这个是这个字不是这个字中国大陆呢持续对于台湾同步发动公开以及秘密的政治战行动然后里面包含了像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机制还有这些加重间谍刑责他们就提出这两者的建议，还有要监督现任以及卸任的官员去到中国大陆，要求出发30天前要公开行程，严禁闭门会议那 GTI 其实呢，它是亲绿台商黄文菊在2016年在美国成立的民进党海外智库相关的论述就是出口转内销的大本营那这个作者孟佩德其实是川普上一任期的首位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侄子所以才现在混到了 CIA 当分析师。那另外我们看看中国大陆的一些战力展现。最近大家都在讨论中美的这个6代战机嘛，这又有新消息出来说，有影片显示呢，中国大陆的歼36第6代战机第3度试飞这也是3个月内的第3次试飞。那这个影片是在成都的飞机工业集团所在的四川省的成都市拍摄，那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后面有一个背景所以相关的画面在 X 上面疯传。那另外还有大家看到说，哇，这一个6代机它有这个3条尾焰同时在喷射，哇，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
变循环引擎啊，所以这看起来又是一个新的科技展现。那另外还有卫星也看到了，就是不光是空中有新的这样子的一些展现哦，在海军方面的话，有3艘的055，还有4艘的052D 哦，这个外媒就很震惊啊，就说哇，这个中国大陆的海军造舰水面舰艇的下饺子实力真的是非常快速，让这个其他国家是望尘莫及。那美国是不是相对来说现在在印太上面更使不上力了？有这样的消息说，美国一架鱼鹰运输机在长野的松本机场紧急着陆，大概30分钟之后，又有一架这个鱼鹰在松本机场着陆。怎么会是接连出现这个状况呢？那美军现在可能因为在南海以及周边维持高强度存在，但是他们现在海军的扩编面临到瓶颈，加上又有红海危机还有以哈冲突，所以他现在在南海的活动已经趋于极限了，就已经调动不来了。而且美国现在很担忧就是这个中俄伊还加上北韩现在迅速增长合作机制，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现在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挑战了。那美国的最高情报首长他就定调，他说中国大陆。他说中国扩军是为了要统一台湾的时候，对美军作战取得优势拉拉杂杂说了一堆就说哇，这个面临到全球的这个威胁评估中国是美国最具实力的战略竞争者，然后北京跟美国在维系这个关系之余他也在展现他的这个军事实力那所以就是要起冲突的时候要取得优势。听完一番话就想说你不用你讲我们也知道就说这不是废话吗？好啦，这就是美军的这个情报首长告诉大家的建议。这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舰长。我们首先看到他们被检讨的应该就是这张照片了。那这张照片其实我们看得到这个同一个媒体他公布这照片，那前面是千岛湖舰，后面是四明山舰。那千岛湖舰呢是903A 综合补给舰，那这一个它的敏感性不高。那四明山舰呢是071的综合登陆舰，这一个敏感性就高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回头看2月26号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在西南海域的时候画了一个超演区，那还传闻说要实弹的实弹的射击那所以整个国安单位的汗毛整个竖起来了。那这一个编队呢，其实我们应该称它叫做安徽舰编队。什么是安徽舰编队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071综合补给舰四明山，那还有075两栖攻击舰安徽舰，那以排水量最大的应该就是旗舰，那我们海军称为响岛舰。所以我们会称为这是安徽舰编队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是军文社公布的照片那当初我相信这原来的照片长成这个样子然后放大成这样，好不容易终于可以过关了吧？其实过不了关。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担任舰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非常多的，无论是这个东方红，或者是东调2-3两、海滨拐2-3这些船，一天到晚都在我们的临街区附近，那时候都有我们这一种工作马，也就是锦江级舰去驱离那我们当时规定要照的照片是怎么样呢？也就是说一张照片是这样，然后呢舰首要切齐右边，舰尾要切齐左边，要看清楚那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讲说这个一定不是海军要惩处，一定是国安单位要惩处的。为什么？因为海军拍这种照片可多了，像我们之前拍的不合格的更多还有拍出来小的跟芝麻一样，但是也没有看到舰长被拔关甚至我们讲说你拔副导长就奇怪了，这件事情应该是战情官负责，结果你拔了副导长，你是想要拔大一点的官，让长官觉得有在办事吗？那但是我平心静气讲这个年代你愿意为长官背锅的那不要气馁，不要灰心你会升官的。那其实他们这么重要是因为他们想要拍四明山号，因为四明山号它最特别的也就是它这个位置它已经把它改成了雷射武器。那他们可能很想要拍这个雷射武器但是没关系，小舰长给你就好了，不要再惩处了。这个是我们在有关于军事展览看到的，就是这个
这个是Silas Hunter， 也就是极尽杀手的那个雷射武器一模一样的。那而且呢，这一个是卖沙烏地阿拉伯。那沙烏地阿拉伯有没有实际上使用？它有的，它实际上拦截了无人机，它拦截到了，然后无人机坠毁了，而且它还发了奖状啊。那奖状小舰长也帮大家带来，也就是说啊，那现在因为 Google 很好用啊，所以这是 Google 的翻译啊。他讲说啊，你们那个委托您的这个装备以及您在对抗的目标，也就是无人机的部分啊。他说呢，其实对应成功的反应是前所未有的那个状况。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成功的这样拦截无人机。好，那接下来啊，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江南造船厂的船词里面，大家都看的都是大船啊，小舰长都是小舰长嘛，专门看小船。我们仔细看啊，这是什么？这小小的一个，这是726型的气垫登陆艇，一共几艘啊？8艘，代表什么？中国大陆真的很认真的在准备那个2栖的登陆啊，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4明3号，它其实就是07的综合补给舰，然后它下面的坞舱里面就是可以容纳这种726型的综合补给那个气垫登陆艇。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安徽舰，它下面也是。所以我们这样讲啊，中国大陆在准备2栖登陆的时候，我们准备了什么？我们就准备嘴炮嘛，一天到晚都说不可能，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然后结果呢？结果我们就是这样夜郎自大，让中国大陆越来的这个海峡军力倾斜越来越斜，我们越来越弱。好，其实这个王定宇现在就是用一种方式，就是告诉大家说，哎呀，不用怕啦，美国爸爸来了，美国跟我们在这个核训哦。可是这个事情，我们以前你看我们2022年的报道就已经讲说，我们早就这个 F-16V 哦都会去这样子陆客基地这样子训练了，早就已经行之有年了。这事情还需要在这个节骨眼拿来讲吗？是不是更显心虚？我们来问一下简老师。对，这些人只有一招嘛，就是台湾就是靠美国啊，对。那既然什么都靠美国，那你军校也不要招了嘛。那你军舰你干嘛要把人家辅导长，人家升到舰艇的辅导长不容易啊。人家对你比台湾的贡献大多了，比你们这王定宇这些人吃什么呢？吃人民拿人民的，然后造乱把这个国家搞乱，把这个社会搞得对立。人家辅导长比你对台湾的贡献多了，你们现在拿人家来祭旗，所以这个台湾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公义了嘛。没有公平，没有公义，这个社会已经被他们搞乱了，都是王定宇之流，对不对？王八千，对不对？只是在社会上败坏社会风气，然后呢，对台湾有什么贡献？真正有贡献是我们这里的舰艇的这个辅导长啊，人家每天从这个军校开始，然后呢，每天就按时出操，按时带部队，然后好不容易升到舰艇的舰长，结果呢，你们这个是作战的舰艇。结果你中的是什么？你的这个海军参谋长说，重要的什么文宣收整？你拜托啊，打仗是靠打文宣呐，对，文宣就把人家弄掉了。你显然你就是干嘛？你把军队当作文宣那个工具啊，根本就是现在就是一塌糊涂。那些领导单位真的是我跟你讲哈，全部都是外行，全部都是配合只会宣传不会做事这个民进党这个政府。你看看，人家今天这个大陆是无预警的这样子的军演，在我们这边做什么常态这个战备举行，对不对？联合战备举这么紧张的军情下去，你回过头来你只重文宣，你要去照人家的相片，拜托啊！现在这个军队能打仗吗？你以为军队是跟你做文宣的吗？而且人家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你以为一个舰队的辅导长，一个舰艇的辅导长那么容易培养的啊？那人家要从军校开始念起啊，多少的磨练，多少的心血跟付出，今天做到这个官，你们把人家说拔就拔了，还说这个重要任务文宣没做好，拜托啊，你到底在搞什么？你以为今天两岸对抗是跟你搞文宣啊？大陆人家的实战的这种战备演训，多严重啊！所以重创士气。重创士气啊！严重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官校招不到学生，23%，还有73%人在哪？我看这是搞罢免的，都是民进党的这些青鸟啊，都是年轻力壮啊。
其实精神饱满。你以台湾内部的动乱为己任，天天在内部搞斗争，你们为什么不去从军呢？我这边真的是呼吁民进党政府，呼吁他们的青鸟，现在赶快去三军官校报名。还有那些网红，你们真爱台湾的话，你们真正要维护台湾的话，你们最好的贡献就是去军队从军，不要在那边危害台湾社会。真正你要对台湾，你要想做贡献，你就去从军。你们不要只会把那些真正人家好不容易升到辅导长的这些官，你把人家的饭碗敲掉。这些人啊，谁到真正需要的时候，谁在保卫台湾？是你们的青鸟吗？好，我们来请教盛峰哥。这个看到这种新闻，我们就是忧心忡忡。首先呢，这3个辅导长被拔官，请各位注意，假若按照参谋长的讲法，我全部认为他说的都对 ，OK， 就是参谋长讲的都对，是因为这样子来处罚。那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犯错，那就可能他一个人执行不力，是在同一个任务上有3个人同样的官阶同时拔官，因为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我请问，是这3个人犯错，或是整个的系统性出了问题？因为是你的命令有问题啊，是你下的指示有问题。所以3个人同时犯错嘛。假如你下的命令是对的，做的是对，有一个人没有做好被拔是合理，而3个人同时，这叫在术语上叫做系统性的犯错啊。系统性的犯错不是个人负责，是谁该负责？下命令的负责，准备的人负责，提供标准的人要负责。怎么是执行的人负责呢？这怎么合理呢？所以刚刚小站长讲说，放心啦，你们的替党官背罪，你们会升官，会不会我不知道，但是现在可以很明显的说，整个军中的体系已经出了很严重的问题。那未来类似状况，他们会担心说我被拔关，所以大家去到前面都是先拿相机站一排。不是这么讲，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我也换这个是它产生的系统的问题了。这系统的问题，这才是严重。就如同军校今天，假如呢3军官校招不到人，你还可以考虑，因为他可能要上战场的。现在是什么？是国防医学院在我们过去读书里面，是台大没考上，北医没考上。那假如能够考上国防医学院呢，那是换鞭炮的。国防医学院一直是有它一定的地位，可是属于这种不需要上战场为主力的国防医学院的报道率都不到30%，这代表了什么？这叫系统出了问题了。所以还有王定宇那个再出来卖傻卖乖有没有？我不知道现在卖什么鬼东西啊！这个最后一个一定要提的，就是黄文琦这根本就是台独的智库。你还记得沈伯洋上一次他讲说，哎呀，人家叫黄文琦可以捐更多一点的钱呢。这一个人所来向台湾的国安下指导棋，是由台独的智库对中华民国的政府下指导棋，是我们全部要决定台独化了吗？那台独化的话，把3个辅导长是不够的，台独化的话，那就准备300门炮，好好准备吧。